如果你认为填海造地注定是一场毁灭性的生态灾难，那你一定没见过新加坡的石马高岛。这里是全球唯一的离岸垃圾填埋场，每天吞吐着近2000吨的垃圾焚烧灰烬，但它却硬生生在剧毒与废墟之上，孕育出了比自然保护区还要繁茂的绝美珊瑚礁。把垃圾倒进海里，还能拿全球绿色基建第一，这听起来简直像天方夜谭。但在评论区告诉我，你印象中的垃圾填埋场是不是总是伴随着恶臭、污水和漫天飞舞的苍蝇？今天我们就来硬核拆解，新加坡到底用了什么违背直觉的工程黑科技，把一座原本可能摧毁海洋生态的垃圾岛，变成了人类基建史上的奇迹。要理解这个奇迹，我们必须先切身体会新加坡人骨子里的土地焦虑。时间回到1999年，当时的新加坡正处于经济狂飙期，祖屋区和工业园不断向外扩张，但繁华背后却是一个极其致命的隐患。这个面积仅有700多平方公里的岛国，每天要产生超过8000吨垃圾。更可怕的是，新加坡最后一个陆地填埋场罗弄哈鲁市即将爆满，没有腹地，没有退路。如果垃圾问题解决不了，整个国家的运转就会彻底瘫痪。在被逼到悬崖边缘的绝境下，新加坡政府提出了一个听起来像是要毁灭世界的疯狂计划。既然陆地上连1寸多余的土地都没了，那我们就把垃圾倒进海里。他们盯上了主岛南部8公里处的石马高岛和西京岛，决定在这2个小岛之间建一条长达7公里的海堤，把海域围起来当垃圾桶。但这可是洋流复杂的公开海域啊！一旦有毒物质泄漏，不仅会摧毁周边的海洋生态，甚至会引发严重的国际纠纷。面临如此巨大的风险，新加坡人到底哪来的底气，敢在海洋的绝对禁区里动土？这就不得不提到他们极其严苛的工程防御体系。要在海里安全倒垃圾，光靠胆子大是不行的，必须有极致的工程闭环作为支撑。首先，石马高岛绝对不接收原生垃圾。新加坡所有的不可回收生活垃圾，在运上岛之前，必须先进入全国的4座垃圾焚烧厂，经过1000摄氏度的高温淬炼。这一步极其关键，它不仅将垃圾的体积瞬间压缩到了原来的10%，大大节省了填埋空间。更重要的是，超高温彻底杀死了所有病原体，并将有毒重金属牢牢封锁在稳定的灰烬结构之中。但这仅仅是第一步，灰烬依然具有潜在的化学污染性。接下来就是真正的硬核基建。为了把这片海域变成一个绝对安全的巨型浴缸，工程师们耗资14亿新币，修建了一条长达7公里的环形海堤。这条海堤可不是随便堆几块石头那么简单。如果你切开海堤看它的内部构造，你会发现它由多层极其复杂的防御系统组成。最外层是重达数吨的巨大防浪岩石，日夜抵御着马六甲海峡强劲海水的冲刷。而在海堤的核心内部铺设了一层极其坚韧、完全不透水的高分子防渗土工膜。更绝的是，这层膜并没有悬在水中，而是由大型机械向下深深扎入了海床底部的天然不透水粘土层。防渗膜、岩石海堤与海底粘土，这3者完美咬合在一起，形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物理结界。海堤内部的广阔水域被巧妙地划分成了多个独立的填埋单元格。当需要进行填埋作业时，工程队会先用巨型水泵把某个单元格里的海水彻底抽干，露出干瘪的海床，然后再把经过高温处理的焚烧灰烬倾倒进去。倒满之后还不能算完，工程车辆会在灰烬上方铺上至少1米厚的干净泥土。这意味着剧毒的灰烬被永远封印在了坚不可摧的防渗膜与厚实的泥土之间，连一滴污水都无法渗入外海。即使遇到热带季风气候的狂风暴雨，雨水经过泥土层过滤后，也会被专门的污水收集系统抽走，送入专门的处理厂，绝不流入海洋。这种不计成本、严丝合缝的防御性工程设计，正是石马高岛敢于自称零污染的底层逻辑。你所在的城市目前的垃圾处理方式是填埋还是焚烧？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观察。如果说防渗膜是人类工程的物理极限，那么石马高岛真正的封神之作，是它懂得如何利用自然的力量来验证工程的绝对安全。机器的监测数据可能会因为故障而失准，但生态系统绝对不会撒谎。新加坡的工程师们在海堤外侧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人工补种了超过40万株红树林树苗。这可绝对不是为了搞什么表面绿化工程，或者应付环保组织的检查。这些红树林是整个岛屿水质最敏感的生物指示剂。红树林的根系错综复杂，
直接浸泡在海水中。它们对重金属和微量有毒物质极其敏感，甚至比最先进的水质探测仪还要敏锐。如果海底内部的防渗膜哪怕出现了一丝微小到肉眼无法察觉的破裂，导致毒水外泄，这片红树林就会在几天内大面积枯萎死亡。它们就是石马高岛天然的生态警报器，用生命在为工程质量背书。但令人震撼的现实是，20多年过去了，这片红树林不仅没有一棵因为污染而枯萎，反而野蛮生长，面积不断扩大，形成了一道壮观的绿色屏障。这里现在栖息着超过700种动植物，包括罕见的大嘴鹿和濒临灭绝的中华白海豚，甚至成为了观鸟爱好者的天堂。更夸张的是，在离填埋区仅1步之遥的水下，科学家们精心培育的珊瑚礁群落，其繁荣程度甚至超越了建岛之前的自然状态。五颜六色的珊瑚和海葵在这里安营扎寨，潜水员甚至能在这里看到极具生态价值的海绵和海星。这证明了一个极其反常识的结论：只要底层机制设计得足够严密，人类的重型基建不仅不会摧毁自然，反而能通过科学的干预，为生态系统提供更稳定的庇护所。这种将工业废墟与自然生态完美融合的壮举，才是全球最高级别的绿色基建。然而，任何物理空间的填埋都逃不过一个宿命，那就是总有一天会被填满。石马高岛再大，它的容量也是有物理极限的。根据新加坡国家环境局最新的科学测算，如果按照目前的垃圾产生速度，到2035年，这座生态奇迹之岛就将耗尽最后一点空间。2035年之后，新加坡的垃圾往哪里倒？他们已经没有第二片海域可以用来建填埋场了。面对这个即将到来的死局，新加坡亮出了他们的终极底牌——新生沙计划。既然没地方埋，那就干脆不要埋了。新加坡的顶尖科研机构正在全力攻克一项前沿的材料转化技术，他们将垃圾焚烧后产生的底灰送入高科技实验室和处理厂，进行2次高温熔融和极其复杂的化学清洗处理。这个过程会彻底剥离灰烬中的重金属和有害物质，最终将其转化为坚硬的、完全符合环境安全标准的灰色建筑骨料。这意味着，未来新加坡的垃圾不仅不会再占用宝贵的土地和海洋资源，反而会变成铺设城市道路、建造大楼甚至建设祖屋的原材料。想象一下，你每天走过的人行道，很可能就是由几年前的生活垃圾转化而来的。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科技跨越！如果你的城市用垃圾灰烬造的砖铺路建房，你能接受吗？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从第一阶段的如何安全地把垃圾藏起来，到如今第2阶段的如何让垃圾彻底转化为国家建设的基石。石马高岛的终极使命，其实从来都不是为了永远填埋垃圾，而是为新加坡争取了宝贵的30年时间窗口，去彻底打通循环经济的科技树。这才是真正的未雨绸缪，也是新加坡在资源匮乏的绝境中不断进化的终极生存法则。从逼上绝路的疯狂填海，到全球第1的生态垃圾岛，再到未来试图彻底消灭垃圾的新生沙计划，新加坡石马高岛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绿色基建从来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环保口号，也不是一味的向自然妥协，而是面对生存危机时，用极致的工程理性和前瞻性的科技手段，硬生生砸出一条生路。填海造地本身不是原罪，短视、粗暴和对环境的傲慢才是。你所在的城市是否也有这样化腐朽为神奇的基建潜力呢？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如果你觉得这期硬核拆解对你有启发，请务必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提醒，并把这条视频发给对城市规划和硬核工程感兴趣的朋友。我是狮城社区百事通，我们下期视频继续为您拆解这个世界运转的硬核真相。